反正刚才要不是景天帮我拦着，我肯定已经被刺客毛虫咬了。对啊，你说派吞是更爱他老婆呢，还是更爱杀楚？我觉得，当然是更爱他老婆了。毕竟杀楚只是长得像他老婆而已。哦，就只是为了一个像他老婆的人而杀人，甚至不惜伤害自己。那就更能说明他还是更爱他老婆了。怎么说？Gu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在说，派吞让我重新相信了爱情。ขอบคุณค่ะ 等一下，我们的派吞果然是个愿意为爱情献身的男人。别动！一线太重。谢了。哦，我赌放了你以后，你一定会寻找乔普拉为杀楚报仇的。他们都不相信，都说你会赶紧跑路的。你们为什么帮他？是他杀了杀楚，还残忍地折磨了他。我们并不是帮他，我们只是为了通过你找到他，就像他通过我们找到你一样。用汉语的话来说，这叫……警长，怎么说来着？叫做……我也没记住，回头教你行吗？派吞，我现在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逮捕你，你有权可以聘请你的律师。带走吧。Wait! Sorry, I didn't plan to kill her. It was really an accident. Sorry. 畜生！我要杀了你！你这个畜生！我要让你死的比杀猪还要惨！畜生！他都已经被刺客毛虫咬得够惨的了。带走。走。Behave yourself this time. 这次乔普拉犯在拟局看守区携凶器随意出入袭击嫌疑人，并轻松逃脱一事，在国民间影响恶劣，使得皇家警察深蒙羞辱，充分暴露出拟局管理松懈、下属警员责任心差、无视正规办案程序、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等等的问题。所以魏正视听，以警效尤，特宣布如下处理结果：值班警员蔡辛嘎瑟西里、皮拉瓦善潘予以开除处理。其次，皇家警察队伍负责该案的警长马拉里洛本应重惩，不念其及时抓获乔普拉犯归案，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其从轻处理。
瓦拉里洛，罚俸12个月，即日开始执行。是，长官。对不起，警长，是我连累了你。死者名叫吉拉羽西里，40岁，普吉岛人，职业是水粉画家。今天上午11点，送奶工送奶的时候，要找吉拉羽结这个月的账，发现吉拉羽死在自己床上。吉拉羽本人单身，无婚史，无子女。6年前自己一个人搬来曼谷，买下他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据他的邻居们反映，吉拉羽平时深居简出，独来独往，很少和邻居接触，平时很少看他出门，也几乎没有见到他带过什么朋友来家里。他的房子一共有2位租户，其中的1位今天早上不幸遭遇车祸死亡，而另1位就是我们这位中国朋友。房间里怎么会有他的指纹啊？这不对啊！死者吉拉羽的详细社会关系，我们现在还在继续排查当中。从案发现场来看，死者房间的门窗都没有发现有外人闯入的痕迹，都是完好的。房间里也基本都是吉拉羽本人的各种生活痕迹。除了报案的送奶工之外，我们同事在死者房间里只发现了1组非死者的指纹。经过鉴定科的鉴定比对，这组指纹也是这位中国朋友的。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夜里2点到4点之间。从目前尸体的解剖情况来看，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力伤口，内脏也没有遭到任何暴力破坏，但脑部出现严重水肿，多个脏器完全衰竭了。结合死者现场被发现时出现面部紫绀、大小便失禁，再加上死者浑身红肿，我们更倾向于死者是因为中毒而导致的死亡。至于中的什么毒，目前呢还不清楚，我们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就中毒的情况而言，请问目前能确定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吗？我这里不能给出最终的结论，我只能说呢，死者选择这种方式自杀，有点太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了。会是意外吗？也不排除这种情况。还有，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还发现了1瓶香水，也就是在这瓶香水上发现了这位中国朋友的指纹。给我看看。我想请问这位中国朋友，昨天夜里你在哪儿？谁能证明？我从唐教授家回来以后，一直在家里，直到早上醒来。在唐教授家这段时间，唐教授还有他的夫人可以给我证明。回来以后，我看到师兄在工作，所以我没有打扰他，我直接回房间睡觉了。吉拉羽先生住在楼下，所以夜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我睡觉的时候是戴着耳机听着音乐睡着的，一直到早上醒来。你去过死者的房间？白天的时候我给他送过香水，但他没有让我进他房间，我们只是在门口说过几句话。他为什么送他香水啊？是。请问景天先生，你和死者都是男生，为什么要给他送香水？为什么男生不能给男生送香水？吉拉羽先生不喜欢闻我和师兄房间的味道，所以我送给他1瓶我从国内带来的香水，可以帮助中和印度苦楝油的味道。印度苦楝油是什么东西？这个我知道，是驱虫的，对吗？对，可以驱虫，而且怎么了？哎，吉拉羽和师兄的房间有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变化？
什么明显的变化？你指哪方面？这么说吧，在现场有没有搜索到什么特别的昆虫啊？昆虫？昆虫？什么样的昆虫啊？蚊子、苍蝇、蚂蚁、天牛、屎壳郎。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们不要瞧不起屎壳郎。在古埃及神话中，屎壳郎又叫圣甲虫，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在昆虫世界里，屎壳郎也是最注重家庭感的昆虫，所以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昆虫。忘了给你们做介绍了，我的这位中国朋友是一位独立昆虫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他们国内帮助警察破了很多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案子呢，受害人是被人用子弹以噬咬后疼痛而死。这种杀人手段，诸位泰国皇家警察有听说过吗？这种手段之前确实没有听说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听过这事。不要被无知蒙蔽了双眼。没听说过，不代表没发生。所以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还不赶快回现场，给我重新搜，还不快去！警长，有个兄弟说在现场还抓到了一只挺特别的蜥蜴。蜥蜴？对，在哪儿？他以为没什么用，就拿回家养着玩了。谁说没用？他现在已经回家去取了。怎么样？没看出有什么变化。最好不是。警长，哇，拿来了，这就是我说的那只蜥蜴，在现场抓到的。抓的时候就有盒子吗？没有，这个笼子是那个兄弟后配的。这什么东西啊？认识吗？不认识。连你都不认识啊？但是，等一下啊。哎，我在论坛上询问一下看看。这么多啊，辛苦你们了。现场所有能找到的昆虫，活的、死的都在这儿了，请检阅。好。果蝇、马鹿、蜱虫、石牙蝇。怎么了？差不多就是它们了。这是什么？马里科帕须蚁，是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毒的昆虫。哎，你看，好可爱。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痕迹兄弟今天的辛苦工作。现在，吉拉鱼死亡案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景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些蚂蚁，它叫马里科帕须蚁，
现在呢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毒的昆虫，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除了实验用，其他地方不常见。但就是这种平时很少见的蚂蚁，在吉拉宇的房间里，居然一下子发现了10来只，是不是很蹊跷？同时，我们把找到的那些马里科帕须蚁全都送到了局生物信息实验室。根据比对马里科帕须蚁体内乙酸毒素的氨基酸、肽、蛋白质等这些物质的分子排列方式，和死者血液里毒素的情况相似度为96.9%。当然，光靠这些还不能完全说明吉拉宇就是被马里科帕须蚁这种昆虫给毒死的。根据景天提供的实验资料，一只马里科帕须蚁连续蛰刺12下，就可以干掉一只2公斤重的动物。你们没有听错，马里科帕须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连续蛰刺。折算下来，吉拉宇这样的正常成年人，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上百只蚂蚁同时持续攻击一小段时间才会死掉。这个数目可以包括过程中被吉拉宇反抗挣扎而弄死的蚂蚁。第一个问题，假如吉拉宇真的是被这么多马里科帕须蚁毒死的，这些马里科帕须蚁是哪来的？确实，蚂蚁是来为什么不进房间呢？确实，马里为什么？是小雨师兄那里的。天。这些蚂蚁应该是吉拉宇先生另外的一位租户，也就是我的师兄刘小雨先生房间里试验用蚂蚁，极有可能吉拉宇先生就是被这些马里科帕须蚁所攻击的。这位刘先生的房间里的实验蚂蚁，光马里科帕须蚁就至少有上千只，少个180-80只还真看不出来。也看不出来。OK， 既然可以确定吉拉宇先生是受同一所房子里马里科帕须蚁的攻击而死亡，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请问这次攻击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蓄意为之的呢？肯定也有人注意到了，既然是至少上百只马里科帕须蚁攻击了吉拉宇先生，那为什么恒记兄弟们在现场只发现了10来只蚂蚁尸体，其他的蚂蚁去哪儿了呢？那这怎么发现？真是新鲜。看你们的表情，一定以为我被下降头了。天，图片上的这种蜥蜴，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蜥蜴。这个蜥蜴是咱们的一位刑警兄弟，当时在搜查吉拉宇家的时候，在吉拉宇的床下的一个角落发现的。天，这种蜥蜴叫德克萨斯角蜥，主要也是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这种蜥蜴受到攻击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身体胀大，然后从眼睛里喷出血来。你看那么恐怖，自弄来的。没关系的。这种角蜥性格非常温顺，一般不会攻击人类，并且也没有毒。这只蜥蜴要是有毒，抓它的那位兄弟可能早就挂了。OK， 大家注意到了吗？天刚才说了，这种蜥蜴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从吉拉宇家的现场陈设来看，这只角蜥应该不是他养的宠物。那么这只角蜥，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吉拉宇的房间呢？天，为什么就跑过去了一点？我在论坛上请教了一位当地的昆虫学家，原来这种德克萨斯角蜥是马里科帕须蚁的天敌，它专门吃马里科帕须蚁。也就是说，这些攻击吉拉宇的马里科帕须蚁，要么是飞走了，因为现在正是蚂蚁婚飞的时间，要么就是被这只德克萨斯角蜥给吃掉了。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想想看，为什么这2种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地区，彼此有着食物链关系的生物，
会同时出现在吉拉语的房间里呢？难道他们约好了集体搬迁吗？就是啊，为什么会这样？还叫好了。所以，根据吉拉语面色紫干、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包括现场发现的吉拉语尸体挣扎的状态，结合法医伦威解剖得出的中毒死因，以及生物实验室对马里科帕须乙的乙酸与死者体内毒素的比对，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吉拉语就是因为受到了马里科帕须乙的攻击而被毒死的，并且由于这个小家伙在现场的出现，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吉拉语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人为设计的。也就是说，吉拉语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用马里科帕须乙谋杀而死的。不是啊，还是这样。这是什么手法？我明白了，就是说凶手是趁吉拉语夜里熟睡，用大量的马里科帕须乙攻击了他，然后再用德克萨斯角蜥去打扫战场。Bingo。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德克萨斯角蜥的存在会让马里科帕须乙感到兴奋和烦躁，会不断地释放信息素，这反而会让更多的马里科帕须乙赶到现场。也就是说，德克萨斯角蜥和马里科帕须乙应该是同时出现在现场，甚至德克萨斯角蜥更早出现在现场。说的有道理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就算打破了脑袋，也没有办法找出吉拉语的死亡原因。如果没有这位中国朋友的话，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发现吉拉语是被人谋杀的，对吗？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那还等什么？还不给我鼓掌！警长，你就那么相信那个景天？不是，你还在怀疑是他杀的人啊？万一呢？无论从作案手段看，还是从作案时间看，这两个中国人都最有可能，可能是天杀的，也可能是流杀的，也可能是合谋。那动机呢？仇杀？还是情杀？见财起意？吉拉语房间的财物都保存完好，应该不是见财起意。留来泰国2年了，一直租住在吉拉语的屋子里，在租住的这期间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要杀吉拉语呢？这个景天刚到这里住了1个晚上，他为什么就要杀吉拉语呢？所以要审问他们呀。你是不是忘了，刘刚出车祸已经死了，而且景天准备跳楼自杀。幸亏精灵他通知我，及时找到了他。那也可能是这2个人杀了人之后，又分别畏罪自杀了呢。万一呢？你不是总说万一吗？要不这样吧，你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景天，但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景天。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我们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好啊，你说吧，讲证据啊，你想怎么着？首先，那瓶香水我要拿去化验一下，万一它的气味可以把马里科帕须乙给吸引过来呢？没问题啊。天和刘的房间都要搜查，个人物品也要仔细检查。可以啊。我还要提审他。那不行。谭景天在学校刚刚登记注册，一旦有了被警察讯问的记录，他就会很麻烦。刚才你也看到了，谭景天对刘小雨用蚂蚁杀人这个结果明显难以接受，对吗？对。
慢，人白。怎么了？有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你说。昨天师兄他和吉拉宇吵过一架。啊？吵得凶吗？但我觉得，师兄不会因为吵过一架就去杀人吧？现在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觉得，而是警察怎么觉得，并且你有义务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景天，对不起，我相信你，但是这个情况你必须要让警察掌握。你说，你听到刘小雨明确警告吉拉雨，用几只蚂蚁就能取他的命。但我觉得师兄他并不是有意的。其实，吉拉雨走了之后，师兄还挺后悔的，而且师兄跟我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变成什么样？他没关系，得自己人，啊。其实，在我心里，师兄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开朗、很阳光、很简单的人。这次我再见到他，虽然还是感觉到他很阳光，但是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千万不要让他父母知道。我向你保证，啊，保证。师兄他现在有催吐的情况，他的左手有一条明显的疤痕。催吐？催吐？不是，催吐是什么？催吐就是用手指摁压舌根，促使自己把吃的东西吐出去。如果长期催吐的话，手指和手背会留下与牙齿摩擦造成的疤痕。师兄，你在这边还习惯吗？啊，蛮习惯的。这边相比国内相对悠闲得多。那专业上还顺利吗？还行，适应中。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会不会是在减肥啊？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而且，他也一直在服用右左皮克罗。这么严重？难怪我在他的房间看到了很多即时贴。什么意思啊？长期服用右左比克隆会有健忘的情况。那他以前不这样吗？之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接触挺多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美丽富饶的泰国，反倒是抑郁了，还真的是意难平啊。是啊，但我觉得哈，虽然师兄跟吉拉宇吵过一架，但是如果说师兄他是自杀的话，那我还是可以相信的。但如果说他去杀人，那我觉得我很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杀吉拉宇？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激情杀人，抑郁症的病人是不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傲慢与偏见，抑郁症患者都在跟自己做斗争。如果能够随随便便杀人的话，就不会抑郁了。我不喜欢你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用马里科帕须乙和德克萨斯角蝎这个组合来杀人，这很明显是精心设计的，不可能是什么激情杀人。那也不一定。刘小雨的专业就是研究蚂蚁，他用蚂蚁就像我们用刀用枪一样简单，而且更隐蔽。搞不好他就是一冲动杀了吉拉宇，然后更加抑郁了。所以他在第二天选择了撞车自杀。我说错什么了吗？这个比较重要。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进行到哪了？我们初步排查了吉拉语的社会关系。吉拉语搬到曼谷以后，尤其是最近2年，几乎进入了静默状态，除了自己的房客，几乎不接触外人。平时深居简出，吃斋念佛。所以在曼谷，除了那2位中国人，吉拉语平时接触最多的，也就是送奶工、送报纸工、超市服务员。哦，还有抄水表工、抄煤气表工。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这2位中国人的照片也贴上了。要是万一呢？来曼谷以前，吉拉语他住在哪里啊？他是普吉岛人，在普吉岛读完高中，然后考入了曼谷艺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清迈、素可泰府2地的艺术学校教美术，然后6年前来到曼谷，一直到现在。那就把之前和他密切接触过的人的照片都贴上，我怎么没想到？包括普吉的、清迈的、素可泰府的，啊？可是，在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吉拉语都活得好好的。那又怎么了？万一是之前积怨太深，现在才找到吉拉语呢？不是说吉拉语到曼谷这几年来一直深居简出，吃斋念佛吗？没准就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呢。有道理啊。是啊。你说的也对。要怀疑就全面彻底的怀疑，所有关联人一个都不能落下，明白了吗？明白。我不是在开玩笑。看，你带一个兄弟把吉拉语待过的地方全部都给我扫一遍，听明白了吗？好。破案没有捷径，要脚踏实地。别耍小聪明，要下笨功夫，都给我记住了，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了吗？明白。明白。警长，香水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是一种自制香水。前调、中调、后调分别有洋甘菊、百香果、中国陈皮，还有柠檬。好吧，我已经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了，招蚂蚁呗。是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特意去咨询了香水专家，还有昆虫专家，请他们做了成分分析。有一点很奇怪，檀的这种香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正常香水一样加酒精成分来固定香味，因为通常酒精是可以驱虫的。那么，如果没有酒精来固定香味的话，檀的这款香水就不能称之为香水。毕竟从成分上来说，它已经是一杯纯纯的果汁了。那对蚂蚁的吸引力可是相当的大。刘小雨提供蚂蚁，景天呢用香水来引诱蚂蚁，那皎西呢？皎西是怎么出现在吉拉雨房间的？要是他们研究虫子的都弄不到皎西，那别的人就更不容易弄到了。也许是谭送香水的时候把皎西偷偷放到房间里的。谭景天说吉拉雨根本就没让他进去房间。警长，谭景天他自己当然会这么说了。周围的监控都查了吗？那个地方临近大学区，住房并不多，并且都比较矮，不超过3层楼高。房子所在的整个区域也比较安静，基本上都没有安装监控探头。不过，我们已经全部走访完了附近的邻居，包括通过征集找到的当晚经过的路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那天晚上是否有陌生人出现。没人看见，不代表就没有。对。我并没有否认有外人进入的可能性，我只是说，目前看起来是室内的人，作案更方便。试想一下，如果是刘小雨和谭景天联手，那就太方便了。蚂蚁，有甜味的香水，再找一个皎西。好了，我始终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景天说出来，你根本不知道蚂蚁和皎西这些东西。对吗？
是啊。厅长，唐教授的情况都核实完了。他的学校确实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他请了1周的假，然后他和他夫人订的也确实是往返机票，回程是在6天后。他的研究方向大致是跟生物杀虫剂有关，不过具体文件的内容我看不太懂，看着感觉特别复杂，还是等你过来以后咱们再一起看吧。OK。然后调查吉拉语那边也有些收获，就像你说的，我们发现吉拉语果然做过亏心事，他原来风流成性，在清迈和素可泰府都欠了不少的风流债，而且还有过女人因为他自杀。那些相关人员的资料都拿过来了吗？他们传给了我一部分，我现在正在打印，没什么问题的话，等你来了，应该就能看了。好，我这就过去。我手势你挂吧。那我挂了。我们走了，锅里还有海鲜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吃？回来见吧。这航班，哎，是不是啊？哎，好像是哎。来了，来，麻烦让一让啊，让一让，麻烦让一让啊，让一让。哎，来了，哎我，怎么了这是？那卫生纸又打折了？请进。哎，唐教授你好，你好，欢迎回国。我是山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干状病毒。欢迎你，山江人民欢迎你啊！又见面了。这个方向呢，我们搞了接近7年了。整个研发过程的转折点，应该是我到了泰国以后啊。那咱走吧，咱车上说。好，走吧，给我。泰国的生物多样性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纵深。你们都知道。对于我们搞细胞重组工程的人，昆虫的分类越多，我们占有的昆虫细胞系的样本也就越多。谢谢大家。唐教授，请问佳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期工程什么时候开始投产呢？恭喜周总，恭喜唐首席科学家，恭喜佳农。金枝，挺巧啊。一点也不巧，我是故意来凑热闹的。你说你这么堂堂一个昆虫核心期刊的大主编，请你热闹还来不及呢，满满凑热闹啊！啊，对了，邀请函收到了吗？没。不对呀，我给你问问。不用了，我觉得你现在邀请我了呀。你说的对，这么热闹的事情啊，怎么能少了我？世事难料，你说这师徒两人同样是出趟国回来，一个是荣归故里，整了一个几个亿大项目，名利双收，直达人生巅峰。那另一个呢，横死在异国他乡，小命弄没了吧，这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你到哪儿说理去？我是山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干状病毒重组实验方法呢，已经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研发的过程吗？